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7.31，收盘价是249.9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1.58。最低价是在240.7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6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迅速下跌，下方是在240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是震荡上行，上方是在250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以上，并且呢，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当日股价是有反弹的走势的，但是遗憾的是，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那说明当日的股价虽然有反弹，但是呢，多头力量并不坚决，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价涨量缩，然后出现这样一根小的绿 K。那说明当日这根 K 线它也仅仅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并不是宣示上涨的 K 线。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补量的上攻，也就是如果不出现补量上攻的走势，或者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那么这根 K 线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然后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或者说是出现横盘的走势。那如果出现横盘的走势我们认为目前上方在254，下方是在217之间，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不选择突破，将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能否继续反弹？那么我们认为，它要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开盘的走势。如果是高开高走，尤其是如果出现了跳空的高开盘，那么再有多头力量的跟进，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补量的上攻，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否则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好，那股价在3月14日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3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04。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254仍然是一个强压力。那么在3月17日，10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72附近，再上方就是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要想到达304，目前我们看到会有这3个压力位，它们也是重要的标志。那么每一个重要标志被突破之后，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反弹或者是上涨。那否则股价在遇到这3个位置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会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好，那么这是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阻力。继续向上，第二个目标呢就是367，然后再向上呢就是420。好，我们再补充说明，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们也多次提过，目前304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才会瓦解特斯拉股价的这一波空头趋势。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反弹，要想到达304呢，还是相当的困难的，因为它一旦站上，它将会彻底瓦解这个空头趋势。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仍然是212。对，好，那么212如果被跌破，将会收复特斯拉股价这一波涨幅。那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多次提过，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212如果被跌破呢，同时还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所以呢，现在这个位置一定是空头要到达的一个目标。好，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有2个关键的标志位，一个是5日均线值。那么它正好也和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232这个位置接近，也就是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然后还有就是217这个位置。那么这2个位置如果被突破呢，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12的。212如果被跌破，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然后第3个目标就是138。对，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对，好，然后我们刚刚还没有回顾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对3月14日股价呢，我们是给出了3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股价会出现这个叫做横盘向上，是在245，收盘价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位置呢，收盘价会在220出现下跌。还有第3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会在265附近。而实际呢，在3月14日收盘价是在249.98附近，也就是在250附近，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上。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在245，虽然说是这个点位和实际的发生的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多，但是呢性质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都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好，并且当日的走势呢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和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17日开盘之后的观察位。对，那么在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240附近，是前面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那我们会看到，在3月14日呢，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并且呢，股价碰巧也是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了反弹，所以股价是收在当日的高位。
好，那么到了3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248附近，就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好，关注这个位置的理由就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高开高走，股价如果能够在24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继续上涨的 K 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甚至收盘价很有可能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这是我们关注248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啊，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根 K 线我们把它称作叫 T 字线。那 T 字线啊，无论出现在上方还是出现在下跌的底部，它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所以呢，这根 T 字线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需要确认，就是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收盘价如果能够在这个 T 字线的上方，也就是在254上方，那么呢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在日后才有可能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根 K 线股价是出现了大幅下跌，如果跌破了这根 T 字线的最低216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个会有进一步的下跌的走势，或者说是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跌的走势。对，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将是特斯拉股价走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交易周。对，当然我们不排除接下来一根 K 线会在这个出现横盘的走势。我们认为如果出现横盘的走势，将会在 T 字线的最高和 T 字线的最低之间进行横盘，然后呢再等待一个交易周去选择方向。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T 字线的解读。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之前我们对3月10日当周股价的预测。我们预测股价如果收在高位，会收盘在285；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收盘价会在245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62。那在周中股价一直是在262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实际收盘价是在249.98，那它和我们预测的245虽然点位上有些差别，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出现也就是目前收盘价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实际上也就瓦解了这根含有长下影线实体长红 K 线，也就是瓦解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当然，瓦解前面交易周的止跌信号 K 线，在3月10日当周又新生成了新的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对，那么这个收盘价跌破前低呢，就是实际上是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对，好，当然我们刚刚说了，这根 T 字线还有长长的下影线，日后如果是有多头力量进入，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对周 K 线图的一个预测。我们再来看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收在高位，那么我们认为呢，仍然
会收在285，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出现跳空的高开盘，那么我们认为将会有一个强势的反弹。但是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给出的点位是在230。好，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 T 字线的最高在254这个位置。那股价只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收盘在285附近。但是如果周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新低，然后呢，收盘价仍然回到前低上方，也就是在230附近。好，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周 K 线图的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在3月14日收盘价是在249.98，收盘价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上方，并且也站上了前高。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所以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因为价涨量缩，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所以在这个位置多头不可以进场。在技术上，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54，还有上方的271附近。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下方的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32附近，对，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到237之间，在这个区域。那么空头现在就是要使股价再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那么还有下方的目标就是217和212。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我们先来看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54，第二个压力位是272，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附近。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呢，我们给出是在285附近。285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同时它也是3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之前视频当中也多次给出285，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好，这是第三个压力，第四个压力位就是30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240，然后呢是下方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32到240，2到237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17到212，那第四个支撑呢，我们给出是200关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3月17日我们给出的两个股价的预测呢，它们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好，我们先来说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1，上方最高会到达27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8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或者说是下行。那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1，下方最低会到达234，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7附近。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228，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29附近。也就是下行呢，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237附近，那么它仍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另外一个呢是收盘价在229，也就是会跌破5日均线值，包括这根红 K 的最低。好，那么出现这样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